如果有小伙伴曾经有过一段不怎么顺利的恋情，并且让自己情绪低落，可能会问自己，这是否真的只是不合适，还是这其中有更深入的问题？毕竟，虽然虐待和不合适是恋情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但二者有交集，或者能并存。暗戳戳或无声的虐待是虐待的一种形式，这是微妙但具有破坏性的。不幸的是，这一点经常不被注意到，因为它可能不会留下任何明显的征兆，本质上更多的是心理上和情感方面的。它涉及操纵、控制和贬低的手段，削弱一个人的自尊和幸福感。话已至此，这支影片就来看看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是正在经历无声的虐待，还是仅仅是在恋情中不合适的5个关键区别。行为的本质。当有人暗中虐待你时，他们会使用心理和情绪操纵的策略，获得对你和你们恋情的影响力和掌控。按照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斯科特博士的说法，包括煤气灯操纵、被动攻击、克制感情、道德绑架，并损害你的自尊。另一方面，不适合是无意以任何方式伤害或贬低对方，但这只是兴趣、价值观、需求和沟通方式不同的不幸后果。这可能表现为频繁的误解、争论，或整体上感觉这段恋情未得到满足。行为的意图。尽管有时有人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对我们有毒，但当这些有毒行为成为一种一致的模式，并且出于恶意目的时，它可能会越界并变成虐待。所以，心理学家黛博拉· ·J· 科汉博士指出，相比之下，不适合是自然而然会出现的，出于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差异，并且不涉及故意伤害或操纵对方。简言之，在虐待关系中，施虐者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及其对伴侣的影响。虽然不和谐的恋情可能会耗尽我们的情感健康，但它不是出于有意识的意图，甚至没有意识到所造成的伤害、情绪或心理影响。虐待，无论多么沉默或隐蔽，都有着深刻而持久的情感以及对受害者的心理影响。根据治疗师安吉拉·霍尔特的说法，它可能会导致恐惧、无助、自卑、焦虑、抑郁的感觉，并引发依恋问题和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处于不和谐恋情中的情绪后果也会影响一个人的幸福，但我们都明白，这只是约会和坠入爱河的一部分。无论我们能否解决这些分歧，与某人格格不入，都不会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如果发现影片特别有帮助，记得点赞并订阅，向我们展示你们的爱。我们需要大家的支持，才能继续创作有价值的内容。认识到这个问题，无声虐待可能很难识别，因为很多时候，甚至受害者自己也可能也没意识到，它发生在一开始，并不是说破坏性更小。更好帮助上发表的文章说，这是因为施虐者往往要么否认虐待行为，要么会为此责备受害者，以至于连受害者自己都信以为真了。另一方面，在和谐上，因为太明显，很容易被自己和伴侣以及周围的人发现，比如喜欢混迹在不同的社交圈里，要努力寻找共同的兴趣和活动，以及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解决问题。解决无声虐待需要承认虐待行为，并采取措施建立界限，寻求支持，如有必要可能会离开这段关系。心理健康顾问亚历克斯·利克曼如是说，这可能涉及治疗、咨询或在极端情况下求助权威。另一方面，解决适合的问题涉及开放和诚实的沟通，积极倾听并愿意妥协。夫妻可以努力寻找共同点，探索共同的兴趣，或寻求专业帮助，比如夫妻疗法，以提高彼此的适合程度。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比较并不详尽，每段恋情都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有小伙伴仍然不确定自己恋情中的动态，向值得信赖的朋友、家人或专业人士寻求支持会很有帮助，同时也能帮助自己更好地评估自己的情况，尽早认识到并解决问题，对于维持健康且充实的伴侣关系至关重要。那么，大家对这支影片有什么看法？小伙伴们认为其他可以与无声虐待区分开来的不合适的方面还有哪些？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有没有小伙伴在虐待的环境或虐待关系中长大？我们还制作了关于6个迹象
说明一个人收到了情感上的虐待的影片，